竖起大拇哥，你是大姐大，一身豪情，敢把那天门践踏，桀骜不驯。你为什么太潇洒？大宋是绿叶，你是一朵花。穆桂英大姐大，娶个男儿回娘家，皇帝面前不下跪，敢爱敢恨，害怕啥？不敢夸海口啊！你是大姐大，一杆帅气，就将那狼烟灭了，血洗疆场，你尽情地在玩耍。山河出丹青，你是一幅画。穆桂英大姐大，巾帼英雄争风华，一匹一马撑天地，敢做敢当，还说啥？穆桂英大姐大，娶个男儿回娘家，皇帝面前不下跪，敢爱敢恨，害怕啥？老身假传圣旨，举穆桂英为帅，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。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，等待我军中自乱，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，挥师南下。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，圣上如何处置老身？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。出征预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，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。老太君，局势尽管10万火急，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。为何不妥？刚才2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，本人不必再说。我要说的是，穆桂英没有表现出她特别的才能，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？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，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，立过战功，但也有战败之过。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？可也被那穆桂英3次活捉，可想而知，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，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呀。不瞒圣上，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。手脚？什么手脚？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。蒙汗药？对呀，蒙汗药。不料被那丫头识破，还偷偷的吐了出去。次日比武，他竟按时到场，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，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。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？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，便掉以轻心了。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，既可以以柔克刚，
又能借力打力。原来如此啊！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！这丫头用兵布阵，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，神出鬼没，变化多样。她做事喜欢标新立异，不墨守成规，不按常理出牌。当对方摸清了她的路数的时候，她反过来又用常规。她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，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，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。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，得心应手啊！老身已过花甲之年，几十年戎马生涯，锋刀双剑，出生入死，阅人无数，阅阵无数，阅兵将无数，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、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，武功上品呐！可朕就不明白了，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，生长在野地，她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？啊！圣上分析的极准。老身以为，首先他得益于家教，教养特别。他父穆羽曾是一代名将，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。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，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，所以朴素无华，为人耿直，野性十足，养成了天马行空、独往独来、无拘无束、桀骜不驯的性格。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！说实话，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。她一身奇学，功夫超拔。往小了说，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；往大了说，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！老身以为，辽宋争斗多年，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，彼此了如指掌，难怪延昭连输啊！此时该打破常规，不拘一格，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，何乐而不为呀？请圣上明鉴。圣上，俗话讲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令不行。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，将士怀疑，对命令犹豫不决，这局面如何是好？监军，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。快说。城中人心惶惶，斗志下降。好啊，该接锅了。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。遵命。等等，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。忘不了。酒后茶余，轻描淡写。不。浓炫重染，活灵活现。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？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，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啊？是啊，真是。双方交战，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。不过，只要圣上下令，由穆桂英为帅，便一通百通啊！老太君这么说，我等无法接受。我等觉得
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。任人唯亲，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？啊！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，是我的孙媳，她更是一个身怀6甲的孕妇啊！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，如今老身又要舍后，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，怎可谓任人唯亲呢？圣上，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，可是她已怀有身孕，如何担当元帅之职？就是，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，刚刚好转，又要分娩，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她？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，交给一个孕妇，太轻率可笑了。对。穆桂英是有孕在身，为了抵御辽军，无论做出任何牺牲，她在所不惜。难道她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？穆桂英她精力充沛，身体极好，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。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，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。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。萧元帅，王监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，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。潘将军，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，回去带本帅谢谢王监军。潘冲明白。你告诉王监军，等我们拿下汴梁，让他做汴梁侯。潘冲一定转达。潘将军，你精明干练，前途无量，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，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？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，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潘冲此生足矣。潘将军，你我相见恨晚，却肝胆相照。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，黄河上下由你挑，长江南北由你选。谢萧元帅。元帅，留步，后会有期。元帅，宋军现在人心惶惶，我们是四面包围，灭之于三关，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，半路伏击呢？你说的战法不可取，对方人心再慌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。
萧元帅，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，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？你说得好，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。穆元帅，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，是对我们的蔑视。待末将下去，擒住他。穆元帅，五叔说的未尝不可。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诱兵之计，但是前方视野开阔，并未发现其他辽军。我们杀出城去，他们要是撤退，我们不追便是。穆元帅，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，敌寡应该主动出击。他们兵马虽少，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。你们好好看看，穆元帅，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？他们个个神形彪悍。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？况且，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，所以我断定，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。宗保说的不错，远处没有发现辽军，现在我军斗志不强。即便几倍于他们，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。这萧天佐呀，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。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，远处辽军杀过来，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，可没那么容易了。他们是。末将在，给我使劲的喊，气死他们！宋军胆小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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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们才胆小鬼的！待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！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，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。胆小鬼！宋军胆小鬼！宋军胆小鬼！哈比赤，末将在。他如果再不出来，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。好，末将说。穆元帅，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，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。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，你就快把帅印交给男人，回家养孩子去吧。穆元帅，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，你要多吃点好的，注意身体，要不然劳累过度，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呐。谢谢萧元帅关心了。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，连3岁的小孩都瞒不过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喽！元帅，这骂人也骂了，喉咙都喊哑了，他不出来呀。哈比赤，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。好事！弟兄们，过来玩玩！来，痛痛快快的玩吧！元帅，
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。元帅，我们也去。对，穆元帅，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，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。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。哎，你们看啊，好像表面是轻松的，其实内紧。只要一交战，必被缠住。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，此时出击定能完胜。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？人家表演交际，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？彩云，穆元帅，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。哎，顺便带点果子上来。遵命。好。这人人都说辽军的交际好啊，我只听说过，可没见过。哎呀，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，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啊。木果，木果，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厉害吗？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？有点悬。好好学着点吧。好。再来一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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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壮士们，本元帅要好好犒劳犒劳你们。可是穆元帅吗？怎么了，萧元帅？您是不是觉得这李子不酸，鸡瓜不甜呐？穆元帅，你有胆量就带兵出城，与本帅较量一番；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。萧元帅，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，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。我若与你对阵，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、以强欺弱的恶名啊！穆元帅，你可知道，兵在精而不在多。以我的精兵，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。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。萧元帅，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。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，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。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，那真该交出帅印啦。萧元帅，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。哎，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！你闪远点儿，躲远点儿，有多远？别走啊！回来！哎，别走啊！元帅，穆桂英没有上当，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。元帅，
末将也这样认为。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，可能没有经验，按兵不动。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。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。第一次对阵，他先胜了一招。元帅，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？你想好了吗？用什么阵都谈不上。他不出城，我无计可施。我们攻城，他不战也得战。对，攻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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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起来，这也是无奈之举。全部把他歼灭，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。一个优秀的军事家，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。而攻城，往往会损失惨重。元帅，即使损失惨重，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。对呀，元帅，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，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。桂英啊，哎，穆元帅，各位将军不必多礼。爹，上座。啊，坐，爹坐。好。爹，身体可好些？哎，都怪我考虑不周，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。嗨，爹，您多心了。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。萧天佐善于用兵，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桂英啊，哎，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？攻城。对，攻城。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。辽兵士气正盛，而我军则人心惶惶。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？虽说我军也在死守，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，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。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、石块和弓箭，准能抵挡住。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。现在辽军的进攻，除了以车撞门之外，还抛石块、用火药，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。这种盾牌重量既轻，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，以减少伤亡。这就不大好对付喽。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。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。穆元帅，老太君说过，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，再用老法，会不会太过被动？事到如今，也只有这样了。可是这样很可能失城。请各位不必担忧，这萧天佐的新法呀，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，对我们未必呀。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，爹告辞了。穆元帅，呀，你看怎么办呢？这还愣着干什么？都快去准备啊！是。走了，爹。走。穆桂英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，他一定会做些防备。元帅，我们曾攻下过2座城池，我们有经验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，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。对呀，元帅，只要我们四面攻击，宋军肯定抵挡不住。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，他们会土崩瓦解，我们将其一举歼灭。
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，所以被拿下。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。俗话说，打火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如果我们全面进攻，不但不易攻下，还会分散精力。我们四面围城，从一面出击，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，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。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。当然，除了主攻，另外3面并非虚设，要静观事态发展。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，就迅速攻城。这样，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。监军，汴梁密件。佘太君已到了汴梁，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，力荐穆桂英为帅。啊！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，诡计多端，他力荐十有8九能成。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，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，控制中原了。要不然，监军再写信给大臣，阻拦穆桂英挂帅。别小看了佘赛花，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恩师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唉，来，快，往边上放啊！那边，快点！杨将军，哎，慢点，快点！来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！杨将军，杨将军，注意安全啊！杨将军，小姐，请您回帐。我这忙着呢。现在就回去，快走吧。快，小心！来这边。桂英，啊不，回来啦。穆元帅，干嘛这么巧呀？都叫生分了。啊不，元帅，你有什么事儿，您尽管吩咐。是干嘛呀你？来，有事就说，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，还有梳妆呢。叫你做你就做，没事儿。哼，我今天呀，就是想跟你聊聊天，吃饭。来，桂英，你干嘛呀？辽军过2天可就要攻城了，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。你作为元帅，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？哼，他们干他们的，那是他们的本分。我是元帅呀，我就该歇着。哼，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，我给你赔礼了啊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疯了？哼，我看我也是疯了。我是真疯了。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？来看吧。哎，你干嘛呀你？这马上就要开战了，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，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。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什么样的后果？那是本元帅的事儿，你们不用担心的。怎么不担心了？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。宗宝，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。我没草木皆兵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个小女人。你说我什么？你大胆！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？穆桂英，这要不是在战场上，你看我不扇你！你敢！还扇我？长这么大都没人敢扇过我。不吃算了，我自己吃。嗯。
圣上，现在三关10万火急，任穆桂英为帅，你该考虑了。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，封他为帅，岂不是草率吗？若不任他为帅，众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，不利于抵御辽军呐。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，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。如果再拖下去，更不利于我们。一旦三关被破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娘，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，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。宗保有咱们天宝府的人辅佐，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。我相信让宗保挂帅，皇上可能会同意，那大臣也不会反对。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，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，拜他为帅不甚合理。娘，宗保有桂英辅佐，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娘，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，而且还能够退辽啊。你呀，太过聪明了。老身知道，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。不错，可能圣上同意，大臣们也可能赞同。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。没那么严重吧？有您还有严昭威慑着他，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。可是将帅们，他们怎么想？他们不服气宗保，又如何能拼命厮杀？啊，皇兄，请。好。您的腿不方便，别起来了。本王怎么劝说，圣上也不做决断，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。这个结果，老身早料到了。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！不是可能，是一定。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，用不了10日，必将成为事实。八王爷，你是圣上的堂兄啊，你都劝不了，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。啊，老身说这话，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？哎，圣上，啊，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？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，她一个女人又身怀6甲，朕于心不忍呐。前方战事万分紧急，圣上还优柔寡断，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，占领中原吗？前方战事是很紧急，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？别忘了，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。其他城池，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，数万大军被歼吗？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。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，那么容易受人操纵。佘太君从前方归来，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。他向臣说明了情况，臣才来再次劝您。不可能，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。臣也万万没有想到，太祖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。难道臣说错了吗？您继皇位后，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，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，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利。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，武将的权利也削了又削。
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，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？可您做的太过了。当然，不光您，还有太祖和太宗。太祖圣上夺得了天下，来个杯酒释兵权；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。您继位后，更是有过之而不及。重文抑武，国人尚武之风渐弱，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，可担当大任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。所以，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、无人挂帅的局面。圣上，皇伯，还生气呢？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，皇伯还得多劝。皇伯可不能一气之下不管不顾了。毫无疑问，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，可是，皇伯，疏影知道，可是父皇压力颇大，一时也下不了决心。不说这事儿了，皇伯，我哥在前线可好？啊，菲儿的表现大出皇伯的意料啊！我的心里，你是一尊雕像，铁血沙场，你是战马脱缰，射张回响，你是杨门女将，点点胭脂，你是一朵丁香。我的眼中，你是一个兄长，赤诚天门，你是铁甲金刚，神州舞台，你是千古。